为什么是韩国？你可能不知道，奈飞历史上最赚钱的剧集之一，是一部成本只有2100万美元的韩剧。问题来了，为什么奈飞这样的硅谷资本会把全球最重要的非英语内容基地压在一个人口只有5000万的半岛上？今天我们就从资本、内容工业和东亚市场博弈3个层面拆清楚，为什么奈飞这种硅谷资本会偏爱这个半岛。奈飞并不是单纯爱韩国，根据统计，超过60%的奈飞用户都看过韩剧。韩国的内容在流媒体平台上成了一种全球硬通货。欢迎来到 ThinkBiz， 我是恶童。最近，奈飞上线了一部新的韩国季剧 Sara 的真伪人生，在海外平台爆火。从海报和预告来看，这不是一部典型的娱乐性作品。这一部剧和之前的《黑暗荣耀》一样，让很多观众感到不适。倒不是剧情有多极端，是它几乎不给观众任何的情绪缓冲空间。角色在道德边缘反复横跳，出于欲望、恐惧或者利益，在不断地做出选择。这种处理方式让不少观众觉得很难接受，但又停不下来。这种体验非常典型，它是近几年来韩国内容在全球流媒体上很常见的一种叙事风格，就是不给观众提供情绪安慰，而是不断地制造心理压迫，让观众在不适当中继续观看。如果把这种方式放到更大的亚洲内容市场对比来看，你会发现一个现实：有些市场因为内容准入机制，导致很多内容都是模板，不断提供一套可以安全消费的合家欢童话版本；而另一些市场在影像美学或者隐喻方面追求自我审美，叙事结构复杂，人物关系抽象，让人完全不知道所以然。反观韩剧在处理现实普世价值观上，比如阶级反差、人性善恶、社会压力方面，都有极强的叙事掌控能力。结构上情绪起点低，冲突密度高，人物关系推进非常快，不给观众慢慢进入的时间。因为在流媒体时代，真正决定一部作品能不能被平台放大，进入更大的推荐池的关键因素，不是你拍得多高级，而是观众会不会完整看完第一集，然后愿意点击下一集。这种节奏不一定让人舒服，但在算法时代非常有效。从鱿鱼游戏开始，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非英语内容在全球流媒体平台甚至可以超过好莱坞大片的传播能力。2023年4月，奈飞的 CEO 萨兰多斯走进了首尔，宣布未来4年要在韩国的内容上砸下25亿美元。这笔钱是奈飞10年前进入韩国以来总投资的2倍还要多。这倒不是偏爱，这其实是商业收割逻辑。韩流在东南亚、日本、印度甚至北美和南美洲都有非常深的粉丝基础。光一个 K-pop 的动画片，单体电影和歌曲在 YouTube 上就超过累计23亿的播放。通过投资韩剧，不仅稳住了韩国用户，还更低成本的收割了整个全球市场份额。过去韩剧靠电视台出海，传播慢，链路长，但奈飞直接实现了全球190个国家同步上线，多语种配音。这种分发能力让鱿鱼游戏、黑暗荣耀能瞬间引爆全球社交媒体。那对于奈飞来说，在非英语内容领域内，韩国是唯一能够产生像怪奇物语那种全球影响力超级 IP 的孵化地。公开数据显示，韩国剧集在奈飞的非英语榜单中长时间稳居榜首，多个作品进入了全球前10。这种稳定性对于订阅制为核心的商业平台来讲，意味着剧集不仅能带来新增用户，还明显提高了老用户的留存。正是验证了这种投入产出比，让奈飞在后来几年不断的加大对韩国市场的投入，逐步把韩国打造成亚洲最重要的内容供给地。但平台对韩国的投入绝对不是简单的买几部热门剧集版权，是深入制作环节，和本地制作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这种做法相当于为平台建立了一套可预测的内容供应链，但很多韩国影视专家表示非常担忧。2021年，鱿鱼游戏爆火，很多人只看到了流行符号，但奈飞看的是财报。第一季制作费用只有2100万美元，算下来单集成本还不到250万美元。和好莱坞比，那种动不动单集1000万到2000万美元的制作费，韩国顶尖剧集只有10%到20%的成本。在奈飞财务评估中，它创造了9亿美元的暴利价值。什么概念？整整45倍的投资回报率。在好莱坞，一个怪奇物语级别的项目，单集成本3000万美元起步。奈飞在好莱坞拍1集的钱，在韩国可以买下整部刷新全球纪录的超级爆款。韩国已经成为奈飞全球版图里性价比最高的中央厨房。那为什么它能做到极致性价比？
首先是编剧主导制，韩剧内容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极具张力的剧本，能够精准捕捉社交媒体时代的爆点和情绪点。韩国编剧不仅负责前期故事设定，还会在拍摄过程中深度参与人物逻辑和情绪曲线的调整，来保证这部作品在叙事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相比之下，很多市场的内容生产非常容易受到资本、明星甚至导演个人风格的影响，剧本在拍摄过程中被频繁改动，人物的动机甚至情绪推进都被牺牲，最终导致整体叙事密度和完整度都在下降。所以韩国编剧在奈飞拿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不限尺度，而且大预算。在好莱坞，制片人是上帝，但在韩国奈飞，创意才是上帝。奈飞只负责给钱，并不干涉。这也刺激了更多的顶级人才，像朴赞郁、奉俊昊这种顶级的导演和奈飞进行合作，所以奈飞逐步在韩国市场形成了垄断式的竞争优势。第二，极致的工业化底座，从亡国的李氏丧尸到甜蜜家园的怪物 CG， 再到京城怪物的时代复原，韩国已经完全适配了好莱坞标准的制作水平。奈飞和韩国特效巨头 Dexter Studio 建立了长期合作，哪怕是小众题材，同样从选角、拍摄到后期制作都有非常稳定的专业团队，这让作品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还能保持稳定的质量水准，加上比好莱坞低了很多的成本结构，使得韩国剧集在更低投入下更容易产出全球传播力的爆款。但是如此高度成熟的流水线体系只收取亚洲级别的劳动力价格，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文化合作，这是硅谷顶级资本把亚洲创意强行纳入内容生产的总装流水线。我们来看一份耐人寻味的财报。根据韩国监管机构的公开报告，奈飞2023年的营收超过了8000亿韩元 ，6.1亿美元。但奈飞在韩国的营业利润只有120亿韩元，900万美元，大部分利润被奈飞变成了高额的总部管理费和授权费，这也在韩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纠纷。韩国的创作者开始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他们虽然拿到了高额制作费，但失去了最核心的资产 IP 的所有权。由于游戏再火，周边的利润也好，续集的溢价也好，还是主题公园的授权，全部都属于加州硅谷。韩国人只得到了低廉的就业机会，却丢掉了未来内容的门票。他们正在从影视文化引领者变成奈飞全球流水线的打工人。如果我们把视角从韩国拉开，你会发现东亚内容市场是一场长期的三国博弈，韩国、日本、中国走的是3条完全不同的路径。在奈飞的棋盘上，韩国是先锋，但这一场三国博弈的局比想象中的更加复杂。日本是奈飞最头疼的内容矿区，日本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文化 IP 储备，动漫、漫画和游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内容资产池，这些 IP 本身就具备极强全球传播力。但日本传统的内容生产模式决定了奈飞很难像在韩国那样深入介入，因为他们的制作委员会像一个官僚机器，委员会模式意味着一个项目背后涉及了多方资本和版权方，平台在其中的话语权非常有限，这使得奈飞在日本更容易获得的是 IP 的改编权，不是对制作的主导权。奈飞在日本其实尝试过很多次，除了动漫领域，真人剧集由于文化特点一直反响平平，直到他们学会了借鸡生蛋。比如新版的寄生兽灰色部队，这其实是一个纯正的日本动漫 IP， 但奈飞找来了韩国导演岩上浩，用了全韩班底，本质上是奈飞对日本 IP 的一种另类提取，用日本的骨架套上韩国的叙事，最后卖给了全世界。日本成了原材料供应商，韩国再次成了总装车间。당신 뭐야？こんにちは。泉真一です。好，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市场，这是一个奈飞进不去但始终如影随形的隐形对手。和日本相比，中国内容在奈飞体系里存在感非常弱，但这不代表对奈飞没有影响。中国内容正在通过东南亚市场、华语圈受众和 TikTok 平台形成一个绕开奈飞的全球传播网络。这种侧翼扩散并不是对奈飞的正面竞争，是一种注意力层面的长期消耗。短剧内容出海就是从侧翼包抄奈飞。当奈飞还在追求单集100万美金的质感，还在思考复杂人性博弈的内容，中国互联网公司直接带着算法逻辑降维打击，一部几万美金、
节奏飞快，充满了反转和爽点的短剧，在 TikTok 平台上直接收割东南亚和北美的中下层受众。这种靠多巴胺算法而非艺术深度的模式，正在侵蚀奈飞的流量护城河。在东南亚市场，爱奇艺的装机量多次在区域性数据上直接给奈飞造成了巨大压力。短剧在东南亚的文化辐射力是奈飞即便有顶级特效也难以跨越的门槛。这一场东亚内容的博弈远没有定局，韩国在用人性突围，日本在守着矿山发财，中国在靠算法奇袭。奈飞偏爱韩国是因为它现在最拼、最好用、最听话，但在资本的字典里没有永远的偏爱，只有永恒的投资回报率。当中国算法学会了深度叙事，当日系 IP 完成了韩国换血，流媒体的王座还会一直在硅谷吗？这里是 Think Biz， 我们下期见。